这里属于贵州，我们刚刚看到这里有一栋房子，非常奇特，就跟欧洲的城堡一样。这是一位50岁的大叔一个人建的，刚好这位房主人今天也在这里，我们也听他介绍了一下。现在准备去这个房子里面看一看，看看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。因为这位大叔50岁没有娶老婆，花了3年时间修建这个豪宅，所以里面可能有点不一样。光看外表不一样，里面肯定也是的。从外表看，这个房子呢，1、2、3层，但是呢，我估计内部的空间不止，因为它底下还有3栋，整个这个房子是依山而建的。那从哪里上去呢？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大门，就是一个长廊形式的，然后在上面也有。这个房子啊，很有意思的一特点就是说，我们看起来有点说的杂乱无章，但是不是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这里上去，然后这2个地方有栏杆，是不是？这是怎么作用呢？我刚才听这个大哥简单的描述了一下，从这里上去，他到时候是准备摩托车一直这样绕上去，到了顶部，因为顶部像那一个碉堡一样的，这样绕上去，是不是很有特点？就我们经常说的，不管别人看是怎么样的，我自己知道是什么原理，我自己有这个底就行了。它这里呢，等于是大山一样的，然后这里有很多黄土，这个土是从哪里来的？它底部啊，就是里面有空间的，就我们说的别有洞天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住的话，住在底部也行，住在上面也行。那么其实也可以称为这里是一个大门，这个地方也是个大门，在山顶呢也是一个大门一样的。这个就是长廊，与众不同。哎，大哥，下面这里能进去吧？能是吧？等一下要从上去的话，从哪里上去啊？现在整体已经看出框架了，从这里直接可以到时候修一条相当于是栈道上去一样的。这里有个大的洞穴，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是下点毛毛雨可能不太方便。哇，很震撼了。内有乾坤，真的是与众不同啊！这个我们说的是洞穴人家一样的道理是这样的。看看这个地方是空旷的，这边也是连通的，也就是说从上到下，从下往上全部是连通的。这个底下呢，这些全部是这个大哥单独挖出来的。整个这个房子装修好了，城堡装修好了，都可能迷路啊。我现在等于是站在2楼一样的，以后建设好了就是从这里上来，而且可以骑摩托车上来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建好，它框架已经出来了。上来之后就是按照这个通道旋转一圈，就我们经常说的盘山公路一样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在角落还有一个亭子。现在我已经来到这个亭子，我们说，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来了，就在这个亭子聊聊天，看向远方，因为外面是空旷的嘛。如果装修好了，那也是有采光的，所以看着远方特别舒服。假如说外面能够种植什么东西，金黄金黄的更好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呢，亲朋好友来了，在这里呢打打麻将都可以，因为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，并且呢喝点下午茶，在这里聊聊事情，商谈一些事情也可以。然后或者是说你来了这里旅游，在这里居住，那这个地方办公也是很好的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流行在一个角落安安静静的办公，所以说这个大哥设计的都非常有意思。这里面的结构还是挺复杂的，所以说为什么会迷路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在这里还看到一个相当于一个小池塘一样的，这里面呢可以养一些宠物，就我们经常养鱼一样的。所以这个空间呢，什么东西都能够存在。那这里是1楼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2楼。那可能很多人一看这里的梯子是不是反了？其实呢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问了那大哥，他当时一开始建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准备建3层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当时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后面呢，由于他想进一步加高，进一步往上建，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现在已经改过来了，
那这里呢可以直接上去，然后那边也可以直接上去。整个上面你不要小看这些哦，其实呢都是属于阳台形式一样通道。看到没有？这外面，这里是2楼，3楼又是不一样的。看看，与众不同吧。它每个角落啊，都有一个小亭子一样的。我们这样看向远方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整个这里都是大山。我还听大哥说，他到时候的这个房子呢，要建一个环形通道一样的。设计确实有理念，一般人想不到。这边就是我的啊。好，你看这一路都沿着这个房子可以走。就说现在这个有点高，还不着急，慢慢来嘛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位大叔就向我们介绍，这个顶部到时候修成像栈道一样的。可以称为阳台，也可以称为栈道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想到时候摩托车可以骑上来，多爽啊，多舒服啊！站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上面还要舒服。那个顶部最好，到时候建完成就更好了。可以，你只要完工就行了。所以他不懂的人就不长。我走不过来，慢慢来嘛。看一天就是一条彩虹啊，对，彩虹桥一样的。那到时候你这个地方全部整完了，来的人更多。是更多，我麻将桌、台球桌。对啊，但就刚才那个亭子，我刚才说的吧，又可以打麻将，又可以聊天，又可以喝茶，都可以。最顶部也是一间。这上面玻璃弄点那个玻璃是吧？现在很多酒店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搞在悬崖上面的酒店民宿嘛。你这里也算是了。还有好多土质了。那慢慢来嘛，那慢慢弄嘛。我也不想赚多少钱，自己个人搞到这。活得开心就行。虽然我没有结婚，一直都是有女人陪着我的。这位大哥人也挺好的，一直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房子的布局，还有一些东西，我们继续去里面探索一下。这里就快到3层了，3层的空间主要就是卧室，这里呢可能就是房主人的卧室，看起来挺大的，有窗户，有好几个窗户啊。不过呢，由于现在还没有完工，里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，并且啊，还有一点呢很有意境的就是，刚才听那个大哥说，它里面的这个可能要隔层啊，搞成木板的，就相当于我们经常看到农村那种老式的房子一样的。木板呢就非常有意境，特别现在很多景区啊，他们客栈呢也是搞的木板，这里道理也是一样的。它这里的房间呢，基本上户户相连。我刚刚从那边过来，就连接着另外一头的阳台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。站在这个地方啊，有点说，就像我们经常说别墅站在2楼，1楼是客厅。那有人来了，在这看，哎，舅舅或者说哪个亲戚来了，打个招呼，然后马上下去跟他们聊聊天，去下面那个亭子那里坐一坐。这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故而呢，我说这个地方以后啊。如果这个大哥有想法的话，可以搞成民宿。这里呢，等于是3层半。我呀，其实特别喜欢站在高处看向远方。有时候呢，吃完饭或者是说累了的时候啊，我都喜欢一个人站在高处看向远方。等一下呢，去这个最顶部，还能够体验一下看向远方的感觉。空间确实非常大呀。整个这个建筑面积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呢，里面的房间可能有10多个，里面的通道非常多。因为像这样的通道，基本上整个贯穿了这个房子，从3楼到2楼到1楼全部是连贯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随便进哪个房间出来都是这样的通道。基本上高度够的话，你连骑车都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这样说。它这个城堡相当于就是一个城市一样的，然后外面这些人行通道呢、环形通道呢，相当于一个城市的那个环城路一样的。我现在准备去这个最上面看一看，这上面是有点像哥特式建筑嘛，上面有一个亭子。由于去这个顶部还没有修好，所以这位大叔找了个梯子让我上去。我那边楼梯搞好了，我那打掉了。这个大哥刚刚把梯子搬给我了。谢谢他。这上面呢，就相当于是一个
城墙的最高处，我现在已经在3层半了，可以一直上去。哇，这上面的空间挺好的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到了顶部了。这里可以称为一个亭子，但是也可以称为一个房间。假如说这个地方开发成民宿的话，那这个顶部呢就变成一个套房一样的。那这个是站在最高处，就我们经常说的悬崖酒店一样的，是不是非常奇特啊？这有点像一个玻璃罩一样的，经常看那些体育馆呢，那些建筑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奇不奇特，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奇？有没有见过这种？我们说的刚才那个摩托的通道就是下面这里，绕一圈。这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子，我们大概看完了，是这位大叔50岁的大叔花3年时间修建的豪宅。大家看了感觉如何？走近一看，是不是感觉有点钱白花了的样子？因为里面看起来是杂乱无章，现在还无法住人。那什么时候能住人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如果说后面装修好了，那肯定会不一样的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装修。所以说这位大叔的这种建房子的行为啊，无法让人理解。因为这个房子确实看起来跟我们平时建的房子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大叔一个人能够建成这样的房子，确实也比较厉害，自己施技，自己施工。今天也看到他了，他在这里正在逐步的装修，正在改善一些。大家看完这座城堡，这座房子，感觉这个几十万修建的值不值？有没有一种钱白花了的感觉？但是总体来讲的话，我还挺佩服他的，一个人搞成这个样子也非常不容易。